好，欢迎来到恶灵酒馆，我是酸儿娘。在日本的北海道有一座叫旭月山的活火山，海拔高度2290米，它是北海道最高峰。它有一个很诗意的别名，叫出冠雪之地，多年来吸引了众多登山爱好者前来挑战。今天我们给大家说一宗发生在这个诗意之地的神秘事件。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1989年的7月22号，2名年轻的日本登山客慕名前来登山。临出发前，他们告别旅店老板，说天黑之前他们一定回来。2个人从黑月山进入到了旭月山，被沿途曼妙的风景所迷住，不知不觉竟然迷了路。到了晚上，旅店老板却始终不见2名年轻人回来，加之近日以来山区连续降水的影响，旭月山极有可能爆发山洪，所以热心的旅店老板怀疑2个人很可能是被困在了山上，于是急忙拨打了求救电话。当地警方立刻安排直升机进行搜索。当搜索到偏离正常路线以南40公里，一个名叫中别川的地方时，搜救的直升飞机发现了一个巨大的 SOS 求救字样。救援人员立即以求救信号为中心，在附近展开搜索。经过2个半小时的艰难搜寻，终于在求救标志以北4公里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了这2名失踪的男子。被发现时，他们正蜷缩在洞穴中，因为饥寒交迫，2个人的状态非常糟糕。救援人员告诉他们，是因为看到了地上的巨型 SOS 标志才发现了他们。不过2个人却矢口否认，说他们并没有做 SOS 的求救信号。所有的救援人员听到这里都为之一惊，太诡异了，难道还有别的人也失踪了？于是警方在此部署警力，继续进行搜索。搜索了一番后毫无进展，大家回到了 SOS 求救信号附近。有细心的警探开始研究起了 SOS 信号，他们发现这组求救信号是由19节非常粗壮而且颜色亮白的白桦树干组成，树干的直径大概10到15厘米，且树干上所有的树枝和树叶都已经被削去了，折断处有明显的刀斧砍伐痕迹。每个字母大约长5米，宽3米。警方根据政务学推断，他们认为这个 SOS 标志至少已经存在好几年了。可是在此之前，警方却从未收到过任何求助。搜救展开一段时间后，搜救队在距离求救信号100米的草丛中发现了一块骨盆和上臂骨遗骸，而且看样子都有伤痕。搜救队再次以这里作为中心继续展开搜查，又发现了一个登山包和其他遗骸。搜救队火速将遗骸送往了旭川医科大学进行鉴定，结果显示遗骸是一个身高1.6米左右、血型为 A 型的男性，骸骨上的伤痕应该是野兽啃咬的痕迹，且遇难者死亡的时间大约是在2到5年前。警方立即结合骸骨信息排查了近些年来的人口失踪记录，最终确定了遇难者的身份，是一个名叫森田胜彦的男子，于1984年的7月份失踪。在森田胜彦的登山包里面，警方找出了2个相机、1台便携录音机和1卷录音带。经过这么多年，录音机毫发无伤，还能正常播放。一开始录音机里播放的都是些动漫番录，可是当播放到最后的2分17秒时，录音机里传出了怪异的声音，只听见森田胜彦一字一句的呼救，而且呼救声非常的惨淡。他说自己受伤了，动不了，请把我吊上去之类的话，把我吊上去。难道说森田胜彦此前遇到过救援队吗？那为什么这个 SOS 求救信号没有被销毁呢？也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救援队汇报过这件事儿。警方4处征询线索，可是没有任何进展，只能选择把录音公开。随着录音的公开，整个事件的诡异和可疑之处越来越多。通过录音我们了解到，森田胜彦说他动不了了，而且根据后来的法医检查结果显示，也佐证了这一点。森田胜彦的上臂骨已经严重受伤，根本没有条件去砍伐树木。有人说他是因为砍树才受的伤，可是警方在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砍伐工具。最诡异的是，就算求生欲爆发，拖着受伤的身体砍伐了这些树木，
身高仅1.60米的他，仅凭借自己一个人，更是不可能将这19节粗壮的白桦树干搬运过来。一时之间啊，公众哗然，各种阴谋论、灵异学说众说纷纭，引起了不少轰动。不少年轻人还组成了各种侦探小组，对这件事情进行探索，可是都一无所获。随着时间慢慢逝去，人们逐渐淡忘了这个诡异的求救事件，对录音探索求证的热情也越来越少，逐渐的只剩下了一种声音，那就是因为呼救十分消耗体力，所以他把这段话录了下来，然后一遍又一遍的播放，代替自己呼喊。之所以要一字一顿，可能是为了声音更加清晰。也有人认为森田胜彦可能是被人害死的，可森田胜彦都有机会录音呼救，那么他应该也有机会在录音中说明自己的遭遇才对。所以这种谋杀论最终并没有得到公众的推崇。当然了，也有人认为这些 SOS 标志啊，根本就是别的登山者做的，只不过凑巧被森田胜彦发现了而已。虽然听上去啊，这个猜测合理很多，但仍然有一些解释不通的地方。因为这桩案件在当时轰动了全日本，却始终没有人站出来承认说 SOS 标记是自己做的，所以这个案件也成了至今都没有破解的迷之案件。如今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们也仍然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。各位朋友，你们觉得这个巨型 SOS 标志到底是谁做的呢？有线索的话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二娘哦。好了，今天的酒馆要打烊了，我们改天再见。